你知道大家最常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吗？自从做了频道之后，以前的朋友、爸妈的朋友，甚至是邻居啊，都跑来问我一些跟身体相关的问题。其中大部分的问题几乎都跟腰痛离不开关系。如果把腰痛用不同的角度来剖析，可以把它大致分成突发性、局部性和全局性。这些有腰痛问题的亲朋好友们，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腰痛的问题，一定得先了解全局，比如骨头的形状、生活习惯、动作模式、工作环境等等，再来制定相对应治疗策略才能有效。所谓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这集我想跟你分享，可以怎么用全局性的思维来改善腰椎角度的问题。本期节目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。Surfshark VPN 让你解锁15个最大的 Netflix 资料库，想要看最新美剧或是电影，不用苦苦的等台湾版上架，只要连线到那个国家的伺服器就好。操作简单，速度又快，让你疫情期间不用到处人挤人，在家也能有精彩的娱乐时光。而且一个 Surfshark VPN 账号就可以让你全家人使用，不管是手机、平板、电脑、电视，可以在无限多台装置上安装，并且同时使用，适合所有操作系统。操作简单，连我阿嬷都会。Surfshark VPN 安全加密且无日志原则，全面保护你的上网安全。30天满意保证，不满意全额退款，试用零负担。想要理解腰痛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从脊椎的原始结构来看。原始结构就是我经常说的原厂设定，即你一出生就从基因层面就决定好的结构，比如大腿股骨的角度、脊椎的弧度，还有肋骨形状等等的，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原厂设定。只要离自己的原厂设定越远，酸痛问题就会越严重。所以解决酸痛的思路，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该怎么让整个身体回到自己的原厂设定。那脊椎的原厂设定应该长什么样子呢？在正常的状态下，脊椎会呈现腰椎前凸、胸椎后凸、颈椎前凸的曲线。从全身来看，腰椎正好处在连接上下半身的位置上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有问题，最后这些问题都会往腰的地方集中。因此，腰椎一定要维持在正常的曲线上，才能有效的利用这种弧形构造来把压力分散掉。那有些人的腰部曲线却特别的直，或是往前拱，角度改变会导致腰椎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避震和缓冲功能，这样就会让我们坐着或是站着的时候，压力特别容易集中在同一个地方。如果只处理局部的紧绷问题，整体脊椎弧度却没有改变，那压力依然得不到平均分散，问题当然就会反复发生啦。所以要用全局思维，一并解决骨盆、胸椎或是生活环境等等的问题，让腰椎恢复原本该有的角度。如果从全局来考虑问题的话，当然不能只讲到脊椎，每节脊椎的周围都还密密麻麻的连接着肌肉、筋膜、神经、韧带等等的组织。当腰椎角度改变的时候，周边的压力也会跟着改变。举例来说，把你的脊椎想象成一条弓，弓弦就是周围的软组织。如果把弓用力拉直，弓弦就会绷得更紧；把它压弯，弓弦就会失去张力软掉。所以腰椎的弧度如果改变，背后这一大片组织群的张力就会像刚刚的弓弦一样，跟着被拉长或是缩短，而这个改变就脱离了它们的原厂设定。所以大部分的腰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从腰椎角度改变而开始的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腰椎角度改变呢？我帮你整理出来2个最常见的原因。第一个是动作控制不良，比如说你弯腰的时候都不用髋，而是用腰来弯。养成习惯之后，大脑就只会记得你要弯腰的时候都用腰而不是髋，腰的动作模式就逐渐的偏离了它的原厂设定，形状也会变得越来越直。第二个就是工作环境，如果你一天要站或是坐好几个小时，错误的姿势也会让腰椎角度改变。毕竟我们身体的原厂设定可是要在大草原奔跑的，不是要你在办公室坐一整天的。所以站太久或坐太久的生活习惯，也会让你的腰渐渐脱离原厂设定。另外还有天生骨骼异常或突发的意外受伤，如果是这种状况，最好先去看医生，详细检查，
千万不要拖，不要忍耐哦。当你知道了造成腰椎角度改变的原因之后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全局思维来从根本解决腰痛的问题呢？从外到内来说，我们可以先从外部环境来开始改造，比如用升降桌或是符合腰部角度的椅子，改善错误的站姿、坐姿等等的。但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避免久坐、久站或是不正确的弯腰姿势。那内呢？因为腰上有胸椎，下有骨盆，这两个部位会对腰产生不小的影响。腰在中间只能当个夹心饼干，但只要腰部的稳定度和控制能力有提升，就能减少邻近关节对腰的影响。因此，我接下来要带你做的运动，就是能帮你提升腰部稳定度的拉筋和训练。另外，腰椎弧度改变又有分过直和前凸，这两个状况适合运动的方向是刚好相反的哦。所以今天我会从改善腰椎过直的方向来带你运动，你也可以试着透过这样的思路，反向设计出一套针对腰椎前凸的运动，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肚子拉筋，眼镜蛇式。首先，腰椎过直的人，前侧的腹部肌群和筋膜都会比较紧绷，所以第一步要先拉开前侧的筋膜以及腹肌。一开始趴着，手肘放在肩膀两侧，撑起身体，一边撑起身体，一边手肘往胸口夹紧，用胸口往上延伸的方式拉伸肚子的筋膜，腋下夹紧，手肘不要打开，也不要过度伸直。这动作要觉得肚子紧紧的，如果紧的地方是腰的话，身体就要再降低一点，只要用胸口往上延伸的力量就好，持续1分钟。中间如果觉得肚子比较松了，再继续往上延伸，保持呼吸，不要闭气，也不要耸肩，停留1分钟，一组做3次，每天做3组。接下来我们来训练骨盆的活动度。骨盆操由简单到难分成躺、坐、站3部分，从尾椎开始往膝盖的方向延伸，带动骨盆顺时针旋转，接着再带到腰椎贴平，肚脐往肋骨靠近，顺时针旋转，转到底之后停留3秒，接着再从骨盆开始逆时针旋转，从尾椎骨开始，将尾椎往腰的地方靠近。这动作有点像是翘屁股。移动到腰椎的时候，腰椎会慢慢的拱起来，一样停3秒，保持呼吸，不要闭气，感觉骨盆和腰椎的运动，一组12次，一天做3组。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坐在椅子上，骨盆往后旋转，想象尾椎往前卷，移动到腰椎，腰椎往后凸。接着，想象屁股往后翘起，一节一节把力量传递到腰椎。接下来练着站着的骨盆活动度。想象肚脐往上延伸，尾椎往地板靠近，带动骨盆逆时针旋转。逆时针转到底之后，再将屁股慢慢翘起，带动腰椎往前凸，一组12次，一天做3组。这些动作可以训练骨盆的活动度。有些人的骨盆卡在后倾或是前倾，就会丧失往另外一边旋转的能力。可以多练习这些动作，带你找出遗失的骨盆和腰椎活动度。第3个，鸟狗式，4足跪姿，膝盖在髋关节的正下方，手腕在手肘的正下方，脚踝放轻松，把骨盆顺时针旋转到底，然后再逆时针旋转，再把骨盆放在正中的位置。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骨盆的中立位，核心收紧，右脚往后延伸，停留3秒，再把大腿弯曲回来到接近肚脐，反复10次。熟悉之后，还可以增加难度，多一个把手抬高的动作，不同手不同脚，然后手跟大腿一起缩回来。
注意不要弯腰，要出力 hold 住你的腰，保持一直线哦。这动作可以练习脚弯曲的时候不会带动腰椎，增加腰椎的稳定度。还有一点就是增加核心小肌肉群的力量，让它们拉住腰椎的弧度，让腰椎不会过直，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运动哦。最后一个超人式，一开始趴着，将肚子往外微微撑开，将手肘与手腕放在身体的两端比 W， 接着从上胸椎慢慢将身体往上延伸，身体抬起的时候，手再往头顶延伸，反复5次。熟悉之后，再加下半身抬起的动作，这时你会感到后腰和背部有出力的感觉。如果腰部会刺痛的话，就降低上下半身抬起的高度，不要勉强做哦。张力改变除了会让你腰痛之外，长久下来还会让筋膜半永久性的塑形。如果筋膜被塑形了，你什么都不做，它的形状也不会自动变回健康的状态。而且，就算你已经开始调整体态和生活习惯了，也得花上24周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调整回来。所以建议你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几分钟的运动时间，可以让你避免掉将来更严重、更复杂的身体问题哦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抱怨说，维持正确的姿势怎么这么累啊？如果你也觉得维持正确的姿势有点困难的话，那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适应偏差动作很长一段时间了。这种不正确的姿势已经变成了你的肌肉记忆，但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只要重新打造你的生活习惯，新的肌肉记忆也会开始重塑。现在开始努力都来得及，自己的健康就靠自己创造。最后，调整腰椎过直一定不能漏了骨盆的调整。下一集我会针对骨盆后倾导致的腰椎变直来告诉你骨盆的调整方法。如果你有骨盆后倾合并腰椎过直的话，那绝对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内容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